从国民果汁到两难困局，汇源用了30年，把过年标配玩成了时代遗憾。汇源终于还是走到了最难看的一步。前段时间，曾经的百亿帝国被分裂成了2个汇源，一方是资本方文盛资产控制的北京汇源，另一方是创始人朱氏家族坚守的汇源集团。这就意味着有部分消费者在市面上买到的果汁是找代工生产的，口味会有大差别。巅峰时期，一句有汇源才叫过年，刻进了多少人的 DNA 里，就连可口可乐都眼馋，想花179亿港元把它买下来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承包我们童年的国民品牌，曾募资24亿港元，创下港交所年度最大 IPO， 如今却乱成了一锅粥，不仅业绩拉胯，争议不断，还直接分裂成了2个汇源。曾经的百亿帝国，怎么就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的呢？1992年，40岁的朱新礼还是山东沂源县外经委的干部，放着铁饭碗不端，偏要承包当地一家快倒闭的罐头厂。那时候的中国饮品市场全是汽水和碳酸饮料的天下，健力宝火遍全国，可口可乐、百事可乐也开始往下沉市场渗透，而纯果汁对普通人来说既陌生又贵得离谱。于是朱新礼把罐头厂直接改成了果汁加工厂，收当地的新鲜水果，用简陋设备做出了第一批汇源纯果汁。1996年，他砸千万拿下1997年央视新闻联播前5秒的广告位，这在当时就是天价，相当于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广告上。这一把他赌赢了，央视广告一播，汇源瞬间火遍全国，尝到甜头的汇源开始疯狂扩张。1997年迁都北京，建现代化生产基地，引进先进设备和冷链，解决了果汁保存运输的难题。2000年，汇源拿下国内纯果汁市场23%的份额，成了名副其实的果汁一哥。2007年在香港上市，募资24亿港元，创下当年港交所最大 IPO。然而1年后，2008年可口可乐就提出以179.2亿港元收购汇源全部股份，相当于汇源市值的3倍。当所有人都以为汇源能借着可口可乐的资源走向国际，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场看似双赢的收购最终还是黄了，汇源彻底陷入困境。与此同时，汇源在果汁主业上彻底摆烂，产品10年不更新。2008到2018年，核心产品还是老款纯果汁和果肉果汁，包装、口味、口号全没变，而竞争对手们却在疯狂升级。同时，品控也开始翻车，负面新闻不断。2013年，有媒体曝光汇源收购虾果做果汁，消息一出，股价直接跌了4.95%。虽然汇源紧急辟谣，食药监也没查出实锤，但虾果门还是毁了他的口碑，财务状况也彻底崩盘。2018年，汇源曝光违规事件，没经过董事会批准，就向朱新礼控制的关联公司借出42.75亿元，违反港交所规则。2021年，从港交所退市，陷入破产重整。前段时间，汇源集团与重整投资方文盛资产彻底撕破脸，曾经的百亿帝国直接分裂成了2个汇源。如今的汇源，去超市看看就知道，在售的还是老款浓缩果汁，包装陈旧，新品极少，根本吸引不了年轻人，而且它的价格优势也没了。曾经亲民的大桶装果汁，现在价格一路飙升，比农夫山泉、味全还贵，口感和包装却没跟上，性价比低到离谱。当然，汇源也尝试过自救出新品，搞直播，但还是败在了新品单一，直播没吸引力，最后都是赔本赚吆喝，甚至要低价清库存。曾经的过年标配，如今只能打折甩卖。说到底，汇源的衰落不是偶然，是时代变化、管理层短视和内斗共同造成的。它的成功是踩中了纯果汁市场的空白，靠央视广告一战成名，而它的失败是错过了收购机遇，盲目跨界，产品摆烂，品控翻车，最后还陷入内斗，把自己拆成了2半。有人说汇源还有机会翻身，毕竟情怀还在；也有人说他已经无力回天，终将成为回忆。其实汇源的未来全看他自己，如果能停止内斗，聚焦果汁主业，更新产品，做好品控，或许还有重生的可能。就像网友说的，不是汇源不好喝了，是我们喝过更好的了。汇源的故事就是中国民族品牌的一个缩影，没有永远的国民品牌，只有永远的创新和坚守。跟不上时代，再辉煌的过去也只能沦为回忆。你们觉得呢？